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的美从何而来？治愈系氛围感背后竟藏着这些秘密。赵丽颖写真引发全民热议，阳光下的她宛如治愈系天花板。从甜妹到温柔大女主的蜕变背后，是岁月沉淀的美与努力。普通人模仿翻车，理想与现实的对立让人感叹。这光若分一半给努力生活的你我，该多好！世界上最公平的，可能就是阳光。但偏偏最近，阳光都跟着偏心眼了。照的赵丽颖那叫一个自带美颜。一组写真引发网友集体围观。不瞒各位，话题热度能把流量这碗饭搅出漩涡，光都这么宠颖宝，简直治愈系颜值天花板。听听评论这个阵势，哪是晒写真？分明是全民春日大放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凭啥别人拍照是被光炙烤，而赵丽颖是被光宠着？到底是 Lucky 星附体，还是美的魔法让收视女王从荧幕甜妹变身温柔大女主？这羡慕的让人直呼服了的秘密，今天咱们非得扒个清清楚楚。两派网友已经掐起来了，一边直言赵丽颖这照片是本人被光选中吧，普通人拍出来是曝光事故，人家是氛围感炸裂，这怎么比？另一派嘴上不吃亏嗨，说到底就是天生丽质，还有后期加持，不然我们家阳台下午光也挺暖，凭啥就是拍不出来治愈大女主？一场秀场外的光影之争，比电视剧情节还精彩。更有一群网友神评论上线，这不是明星写真，是理想生活 vlog 的截图，气氛一下子飘到全民阳光宠儿大选。你以为这只是一场拍照技术 battle？ 错了，其实背后暗藏审美、生活态度，甚至内卷压力的三重 buff， 简直跟看美剧似的，高潮一波接一波，谁也不让谁。咱们慢慢剥洋葱，第一层是温柔氛围感，你看赵丽颖照片，啥豪华支架、强光聚光灯全靠边站，阳光就跟双11送的滤镜一样，直接焊在她身上。深棕色针织衫以强，发丝里透出暖光，眼神那叫一个柔和，像是东北冬天老妈煮的红薯汤，软乎乎直接治愈心吧。浅灰色毛衣配上白高领，层次叠加，分明就是懒人时髦教科书，看着不努力，实际美到润物细无声。米白色大衣在草的衣座，光晕环绕，气质满分。宠物小狗一跑，这画面直接堪比日本清新系电影，根本不是普通网红滤镜能复制的。老百姓看了啥感觉？朋友，原相机能拍成这样，你也是个人才。有人特意模仿拍了试试，结果美成了朋友圈唯一的笑点。这就是人家环境加审美的三位一体。赵丽颖把简单穿搭和高级气质搅和在一起，连大东北的铁憨憨都不禁感慨两句：咋这玩意我学不来呢？双引号。有人说，照片嘛，看看美美就行，至于那么上纲上线吗？但你冷静点，事态表面平息，网上气氛组一哄而散，留下来的都是较真派粉丝。阳光能宠，颜值能稳，但普通人谁拍不出这种效果？甚至有反方声音炒得太火了，一组写真值得这么夸赞吗？是不是又是营销套路？谁都能晒太阳，关键是别把普通人照片轰下山。网络世界永远少不了钢筋，没有滤镜加持，谁又能天天挂美颜？质疑声、反驳声像没煮熟的粘豆包，黏糊糊不消停。更有一波自信王者说，美这玩意儿能被营销出来吗？明明是后期 P 图，商业运作，资源堆出来的温柔滤镜，普通人跟着追，耗钱又费力，最后还落下个伪治愈的心情。这一段僵持，就像东北老爷们冬天吃火锅，火还没起来，锅底已经翻炒了5、6轮。大家表面淡定，心里暗流其实涌动得很。到底赵丽颖的美是真实沉淀，还是被阳光好感度给点亮的？一时间，谁也说不清，谁也不服气。变天了。本以为这场温柔美学讨论会和平落地，
结果一组成长史让网友彻底服气。有人翻出赵丽颖这些年角色进阶照，从《陆贞传奇》里的坚韧少女，到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》受清醒明兰，再到风吹半夏的敢闯许半夏，每一部都美得不一样。从甜妹到温柔大女主，美人不是靠年龄妥协，而是跟风做加法。这一波真相，就像突然给东北大街上来了场暴雪。原来人家的美不是掏出滤镜化妆就成，是阅历、努力加生活浸润后呈现的岁月不败美人。这时候，网友想不服也不行，粉丝评论区直接炸锅姐姐这状态、皮肤、气质、眼神，都是人生赢家的样板。更有人大胆科普，你以为甜美和温柔是随意切换？那是赵丽颖用人设、角色、生活一步步拼出来的。形象逢场作戏，真性情却是细水流长。这种治愈戏有底子，也有故事。美不是一拍即合，是一生一世的长相思。表面上看这组写真风平浪静，实则背后一堆难题。你说拍得好，难道就能照搬复制？普通人纷纷试拍，结果却是网红翻车现场。理由很简单，没点天赋、气质、生活底色，这种温柔抓不来。更关键的是，现实生活里啥压力没见过？有人日夜996，哪还有空给自个儿造氛围滤镜？赵丽颖晒阳光，我晒工位上的 LED 灯；她跟宠物逛草地，我跟点外卖的电动车大叔逗趣。一针见血道出大多数人的无奈，分歧也越来越深。有人感慨这就是美人和普通人之间那层透明玻璃。粉丝自然死心塌地支持，姐的能量就是美的哲学。而另一边人群被治愈之后，反而生出羡慕嫉妒恨，光都偏心眼，造福的永远是别人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美貌经济带来的焦虑。一部分网友吐槽照片拍得好，现实却催婚催育催 KPI， 哪来的岁月静好？这分明是理想和现实的对立现场。赵丽颖的光环固然耀眼，但社会大众的灯光却不肯买这份账。阳光能温柔，压力却硬糊，这才是新时代治愈系与焦虑系的激烈交锋。讲道理，咱也想让阳光多照照自己，最好还能附赠点写真 buff， 皮肤透亮，气质满分。那生活可能直接变成偶像剧。可惜现实大家不是都被阳光宠着，被美颜撼上的。赵丽颖这组写真好是好，就是有那么点让人直呼服了的距离感。这种岁月沉淀的美，哪是随随便便就能复制的？夸她状态好，也这背后有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羡慕和努力。但谁又不想有点自己的治愈时刻？道理今天都在。这光要是能分一半给努力生活的你我，估计评论区分分钟就能炸出更多神仙颜值。不如假装夸一句赵丽颖姐，求你给咱点阳光的秘籍呗，让大家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那才叫双赢。难道美真的是阳光宠谁谁就美？是滤镜美颜撑起来，还是岁月沉淀塑造的气质？普通人想活成赵丽颖的温柔 vlog，到底要多少 buff 加持？你觉得理想生活真的只能停留在写真里吗？欢迎留言，咱一起渗透，是谁偷走了我们那些被治愈的日子？赵丽颖的美，一直是观众心中挥之不去的印记。她不是那种初见时惊为天人的美艳，而是随着时间流逝，越来越让人觉得耐看、舒服、治愈。很多人好奇，她的美到底来自哪里？是天生的容貌吗？是后天的修养吗？还是多年来演艺经历所沉淀下来的气质？事实上，赵丽颖的美并不依赖耀眼的阳光去衬托，她自带一股温柔又坚定的氛围感。这种独特的治愈气质，让她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始终闪闪发光。回顾赵丽颖的演艺之路，从最初的小角色到如今的大女主，她的经历堪称励志。她不是科班出身，没有背景加持，但凭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，走到了如今的位置。她的脸庞在镜头下虽然算不上完美无瑕，但却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。她的笑容没有距离感，
她的眼神中透露着倔强与温暖，这些特质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被治愈。或许正因为她的成长经历与普通人无异，所以她的美带着真实与烟火气，而这种真实往往比华丽的外表更打动人心。赵丽颖的治愈感还来自她对角色的用心，她在荧幕上塑造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血有肉，无论是花千骨中纯真又坚强的小骨，还是知否中聪慧隐忍的盛明兰，亦或是幸福到万家中为正义勇敢发声的何幸福，每一个角色都展现出一种女性力量。这种力量不是凌厉的，而是柔中带刚的，就像她本人一样，外表看似柔弱，内心却有着不容小觑的坚韧。观众在角色中看到她的坚持与真诚，也在不知不觉间感受到她所散发的治愈气质。与其他女明星不同，赵丽颖的美很少依赖浓烈的妆容与夸张的造型，她常常以最自然的状态出现，淡妆甚至素颜，却依旧能吸引眼球。这背后其实是一种自信，她清楚地知道，美丽不是靠外在堆砌，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。她的皮肤状态，她的眼神亮度，她的气质变化，都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果。这种内外兼修的美感，让人很容易联想到治愈二字，因为当你看到它时，不会感到压迫，反而会生出一种放松与安宁。赵丽颖的治愈氛围感，还与她低调的生活态度息息相关。在娱乐圈中，流量与话题往往意味着曝光与热度，但她却从未沉迷炒作，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作品上。她很少用绯闻来吸引眼球，也不常在综艺节目中刻意博取关注。相反，她总是用实际的演技和作品与观众沟通。这种专注与沉稳的态度，让她与浮躁的娱乐氛围划清界限，从而凸显出她那份独特的安静美。人们在她的身上看不到过多的虚张声势，看到的只是一个认真工作、不断成长的演员。这样的真诚自然让人觉得舒服。与此同时，赵丽颖的气质也在随着时间不断沉淀。曾经的她更多的是青涩与灵动，而如今的她多了一份从容与淡定。岁月并没有带走她的美丽，反而赋予了她更加丰富的韵味。这种由时间雕刻而成的气质，是任何妆容和滤镜都无法营造出来的。她的眼神里有故事，也有坚定；她的微笑中有温柔，也有力量。这些细节正是治愈系氛围感的来源。很多人说，赵丽颖的美像是一种安静的力量。当你看到她时，不会觉得耀眼到刺目，但她却能让你感受到一股稳定的能量。这种美不会让人觉得高不可攀，反而像是生活中一抹阳光，一阵清风，让人倍感安心。尤其是在快节奏、压力巨大的现代生活中，这种氛围感尤为可贵。观众在看她的作品时，仿佛能够从她的眼神与表演中获得力量，找到一种坚持下去的勇气。这种美的背后，其实还有她个人的成长与人生经历。赵丽颖曾经历过许多质疑与挑战，但她从未被击倒。她用行动告诉大家，真正的美不是依赖外界的掌声与赞美，而是来自内心的坚定与自信。她敢于尝试不同的角色，不断突破自我，这份勇气也成为她气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观众在她的成长过程中，也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从而获得一种情感上的共鸣。赵丽颖的美，不只是属于镜头前的瞬间，而是她生活态度的延伸。她低调、真诚、不浮夸，这让她即便在人群中，也能轻而易举地脱颖而出。她的每一次亮相，都不需要过多渲染，就能让人心生好感。这正是所谓的氛围感，一种不言而喻的吸引力，一种无需解释的治愈力。总结来说，赵丽颖的美从来不是阳光强加给她的光彩，而是她通过努力、经历与坚持所累积起来的独特气质。这份美是真实的、自然的、温柔的，同时又充满力量。她的治愈系氛围感是演技、生活态度与个人品质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她才能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，
成为许多人心中不可替代的存在。最后想对观众们说，赵丽颖的美之所以动人，是因为她让我们看到了真实和坚持的力量。在这个外貌焦虑横行的时代，我们更应该向她学习，美丽并不等于完美的脸庞，而是由内而外散发的光芒。希望大家在欣赏赵丽颖的同时，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治愈气质。无论外界如何变化，只要内心坚定，真诚待人，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活中的治愈系主角。王一博的时代答卷，从舞台到赛道，他用行动诠释青年担当。王一博从偶像到实力派的蜕变，不仅体现在探索心境的冰川攀爬、追风者的收视神话，更在共鸣此刻的时空对话与 China GT 夺冠中展现多元才华。他用极致的热爱与担当，诠释了 Z 世代青年如何将个人影响力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向动能。1. 影视深耕，角色与时代的双向奔赴。2025年暑期档，王一博主演的探险纪录片《探索心境以雪山之巅的呼吸》主题刷爆社交媒体。这部斩获泰利奖金奖的作品中，他徒手攀爬海拔6000米冰川的画面被人民日报称为新时代青年突破舒适区的视教化注解。从长空之王试飞员雷雨到追风者金融革命者魏若来，这位青年演员用3年时间完成从偶像到实力派的蜕变，前者获金鸡奖提名，后者以122轮央视重播创造主旋律剧收视神话，更被光明日报评价为 Z 世代重构红色叙事的创新样本。在程耳执导的新片人鱼中，王一博为角色进行半年水下特训，这种将热爱做到极致的创作态度，与他在 China GT 上海站夺冠时展现的专业精神形成奇妙呼应。正如导演徐峥所言，他让流量与演技完成了化学反应。2. 音乐传承，用青春语态激活历史记忆。2025年9月1日，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区共鸣此刻在央视新闻直播间引发全网共鸣。王一博以青年视角演绎的《我知道你的故事》，从书页上读过的文字，被新华社评价为叩击心灵的时空对话。这首由中国青年报、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起的歌曲，创下国家级主题曲单日播放量破2亿的纪录，更推动铭记英雄成为全民文化事件。从2024年国庆献礼区展信安到巴黎奥运会助威区龙腾，他累计献唱35首国家级主题曲，形成独特的青春主旋律矩阵。这种将流行元素与家国情怀融合的创作理念，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冰川保护纪录片中得到延伸，展现中国青年参与全球治理的担当。3. 公益实践，从灾区到冰川的担当之路。在2025年西藏的赈救灾中，王一博以野生救援公益大使身份协调物资的画面，被环球时报称为流量向善的典型样本。他发起的博育绿洲沙漠植树项目，在生日当天完成1285棵花棒树种植，这个数字恰好呼应其8月5日的生日，形成极具仪式感的公益表达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他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国青年代表拍摄的冰川保护纪录片，采用情景式反诈宣传的创新模式，将环保理念融入社区服务。这种专业领域深耕加社会议题发声的复合模式，正在重塑公众对明星社会责任的认知框架。4. 体育跨界，赛道上的青年速度。作为巴黎奥运会火炬手与亚冬会主题曲演唱者，王一博将体育精神与艺术表达深度融合，其职业赛车手身份更带来意外惊喜。2025年 China GT 上海站冠军的荣誉，不仅刷新公众对艺人跨界的认知，更推动赛车运动商业价值提升37%。这种文武双全的形象，在新闻联播镜头中展现的沉稳气质里得到升华，印证了央视评论根正苗红的青年典范。5. 价值共振，当个体叙事遇见时代命题。新华社将王一博定义为 Z 世代多元发展青年代表，
这个标签背后是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。王一博句句都是致敬英雄话题，单日阅读破亿，历史影像与歌曲混剪的时空对话引发全平台效仿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光明日报与央视形成的官方叙事联盟，通过联动推广共鸣此刻，成功将个体叙事转化为全民参与的文化事件。从是非员到金融革命者，从奥运火炬到冰川纪录片，王一博用音乐、影像与行动构建的正能量矩阵，正在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图谱。当流量与信仰完成深度绑定，这位青年艺人证明，真正的偶像力量在于将个人影响力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向动能。正如他在纪录片中的独白：人类的潜力是无限的，只要敢尝试，就会接近最终目标。这或许正是 Z 世代青年最动人的精神注脚。在娱乐圈高速更迭的时代里，王一博无疑是一个特别的存在。他的成名并非偶然，而是凭借着不断努力与真挚坚持，一步步走到今天。作为演员，他塑造了一个又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；作为歌手，他用音乐传递年轻的能量与真诚的心声；而作为一个逐梦少年，他没有止步于娱乐舞台，而是勇敢走上了赛车赛道，让我们看到了青年多元化的可能性与担当。很多人常常会问，一个顶流为什么要选择一条更辛苦、更危险的路？为什么要离开舒适圈，去挑战未知的艰险？其实答案很简单，他不仅是一个明星，更是一个活生生的青年个体。他有自己的梦想、热爱和坚持。他在时代浪潮中书写的就是一份属于自己的答卷，一份关于青年如何选择、如何担当的真实写照。从舞台到赛道，王一博展现的不是浮于表面的光鲜，而是背后无数次不为人知的努力。舞台上的他，眼神坚定，舞步凌厉，每一个动作都透露出专业与专注。很多人看到的是灯光下的掌声，却未必知道背后他要多少次日复一日的练习，多少次汗水浸湿的衣衫，多少次身体到达极限的坚持。而当他转身走进赛车世界，这份专注与拼劲依旧。他从未把赛车当作一次短暂的跨界尝试，而是作为一条真正值得用生命去热爱的道路。他从零开始，学技术，练体能，接受失败，承受压力，再一次把自己放在一个需要不断成长的位置。这样的王一博，才让人真切感受到什么是真实的拼劲。青年担当从来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，而是在面对选择时能勇敢承担起责任，能为了热爱和理想不断付出，能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光发热。王一博身上最打动人的，正是这种真实与坚定。他并没有因为质疑而退缩，也没有因为所谓的顶流身份而懈怠。他选择用行动告诉大家，青年不该被局限在某一种身份里，而是应该勇敢去探索，勇敢去追寻自己的方向。就像赛车对他而言，不仅仅是兴趣，而是责任。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青年在国际赛场上的身影，也让更多人明白，梦想可以和责任并存，热爱可以和担当并行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王一博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的坚持，更映照了整个时代青年群体的精神面貌。当下的年轻人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。互联网的发展让舞台更加多元，信息的传播让梦想看似触手可及，但也正因为如此，质疑、压力、竞争无处不在。王一博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引发那么多共鸣，是因为他身上寄托了很多年轻人的影子，敢于逆流而上，敢于面对争议，敢于不断超越自己。他的经历提醒着所有青年，在这个时代，真正的成功不是迎合别人，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，并且坚持走下去。很多时候，外界对于王一博的质疑并不少。有人说他不再频繁拍戏是退圈，有人说他转向赛车是不务正业，但这些声音并没有打乱他的节奏。相反，他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，也更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。
事实证明，正是这种不被外界裹挟的定力，让他在不同的领域都能闪闪发光。无论是在影视剧里的角色塑造，还是在国际赛场上的全力冲刺，他展现的都是一种青年该有的样子，无惧风浪，敢于担当。当我们谈到青年担当时，不必把它理解得过于宏大。担当并不一定要是惊天动地的举动，而是在每一个选择时都能认真对待，在每一次机会面前都能尽力而为。王一博所做的，正是一种具体的、可感知的担当。他没有停留在顶流的舒适区，而是不断寻找新的挑战。他没有为了迎合观众而放弃自我，而是坚持自己的兴趣与梦想。他让我们看到，担当其实就是一种负责任的坚持，是一种面对困难依然不退缩的勇气。这种精神不仅适用于他自己，也适用于每一个正在奋斗的年轻人。回顾王一博走过的道路，我们会发现这条路并不容易。无论是娱乐圈的高强度竞争，还是赛车场上的高风险挑战，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。但正是这些不易，才造就了今天更加坚定、更加耀眼的他。他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无数质疑。一个青年，只要有梦想、有坚持，就可以在不同的舞台上展现出无限的可能。他没有被定义，反而用自己的选择定义了青年应有的模样。到这里，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深刻的结论：王一博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明星的成长史，更是一代青年的缩影。他的选择与担当告诉了我们3个重要的信息。第一，青年要敢于探索，不要被外界标签局限。第二，青年要坚持热爱，不要轻易放弃自己的梦想。第三，青年要承担责任，把个人发展与社会意义结合在一起。正是这3点，让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偶像，而是一个真正的青年代表。最后，想对所有正在阅读的观众和粉丝说，在你的人生里，你也会面对无数的选择，或许会有人不理解你，或许会有人质疑你，但这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你能不能像王一博一样，坚持自己所热爱的，勇敢去追寻自己的梦想。在时代的浪潮中，每一个青年都在书写属于自己的答卷，这份答卷没有标准答案，但只要是你真心选择的道路，只要你用心坚持走下去，那就是最有价值的答案。让我们一起向王一博学习，把热爱变成动力，把担当化为行动，让自己的青春不留遗憾。因为时代属于青年，而青年也终将用行动去改变时代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